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 WordPress 哈。WordPress 里面有一些什么基础功能啊，该怎么样去使用？相信对于建站的朋友们来说呢，WordPress 呢是一点都不会陌生哈。那它可以说是一款用于创建网站的软件哈。要使用它呢，你需要先在某个地方安装。如果说你只是想要试用你可以在你的个人电脑上你在 Google 里面去搜索本地安装 WordPress。那如果说你希望网站上线，那么如果说你希望网站上线呢，那么就需要在服务器上面去安装。那服务器呢，它会储存网站所有的数据图片、视频并在有人访问的时候呢，将这些数据传递给访客。实际操作起来一点都不复杂哈。你可以通过网络托管商比如说像这个 Hostinger 购买一个托管服务。那每月的费用大概是在3到10美金左右。同时还可以购买网站域名哈。如果你在购买主机提供商在购买托管服务的时候，你选择购买1年以上那么它还会赠送你1年的域名使用权那这个域名第1年是不需要付费的。这个域名我们要通往网站的一个途径就可以看了。比如说像这个上面 WordPress， 我们只需要有这一个网址也可以叫域名，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新窗口去打开你有了这个域名之后，你随时都可以把你的域名发给你的朋友发给你想给他看的人。那域名的费用呢，大概呢每年呢也是在约15美金左右也是约15美金左右这儿你需要购买托管服务你就直接购买1年以上，因为我们建站不可能说是建3-5个月那建站是建的时间越久，那么你的网站的流量会越来越好这里相关的 Hostinger 的一个购买链接呢，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有需要的朋友你还没有合适的主机那么你可以来看一下。当我们购买了这个服务器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去登录，点击右上角这里去登录，用你购买的账号和密码去进行登录。你需要如果说你需要建网站的话，你就需要拥有这样一个主机提供商它来储存我们的相关的数据。好，接下来呢，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安装这个 WordPress。点击来到 Hostinger 的后台点击左边的这里一个网站点击这个 WordPress， 点击这里添加网站点击这里点 WordPress。好，接下来输入你的域名。刚才说了，你购买1年以上的服务器的话，它会赠送你1年的域名使用权你可以把你想要使用的域名输入到这个里面。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好，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下面的临时域名。当你的网站完全上线之后呢，你再去连接你的正式域名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呢，设置你的一个语言这里面可以看到主流国家的语言都有英语这些西班牙语都有那这儿我就选择中文输入管理员的一个邮件，输入管理员的一个密码这个是后期我们登录 WordPress 需要用到的所以这儿大家一定要把密码记住了。那密码呢，可以根据它的要求一个数字一个小写字母，使用8到50个字符一个符号一个大写字母仅拉丁字母按照它的要求去设置一个密码设置好你的密码之后，你可以拿一个文件把它记录下来下次呢你才知道。接下来这里我们点击下面的从零开始构建。好，可以看到现在它就正在帮我们安装这个 WordPress大概呢需要1分钟左右这里呢，如果说你对建站感兴趣想要自己拥有自己的一个网站并且能够非常灵活的这种你可以选择自己建站你如果说想要建电商网站也好，建企业网站也好，你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你直接在这上面去输入电商网站，那么就会跳出来。可以看到我们的 WordPress 马上就安装成功了。 OK， 那直接跳到了 Hostinger 的后台，大家可以看到这是 Hostinger 的后台那我们这里把它切换到 WordPress 的一个仪表盘直接点击左侧这里有个仪表盘。安装完成之后来到仪表盘呢，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一些新闻不需要的情况下你可以把它删除，这些不想要的话点这个右上角的显示选项我们把这些勾来给它去掉。 OK， 那这样子呢，就让我们的整个后台干干净净。后期你要登录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上面的这个网址给它记录下来下一次你可以直接用这个网址来进行登录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域名。你也可以通过你的管理员的邮箱和密码进行登录。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完整的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那左侧可以看到哈，左侧主要是编辑区域哈，右侧通常是新闻和更新的一些信息哈。这里我们刚才已经把它删掉了。接下来呢，详细给大家介绍 WordPress 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功能。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文章，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下。目前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哈，是系统自带的啊，这里你不喜欢也可以直接把它移至回收站。那在左上角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有一个写文章。后期你的网站呢，想要写文章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里去写文章哈，你直接点击写文章啊，它就会来到这样一个编辑页面哈。比如说你想写一个什么文章啊，那我做的是一个电商网站啊，比如说我写一篇关于秋季服装搭配技巧啊，你可以写一些相关的跟你的产品相关的一些文章。写好之后呢，下面可以把相关的内容呢给它复制进来啊，比如说这儿我复制一下哈，关于秋季的一个，那这些内容我不会写，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用到一款工具叫 ChatGPT 哈，让它帮我写关于秋季服装搭配的技巧。我们这儿直接使用 GPT 啊，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或者是你使用的 GPT 的免费版本，那么你可以升级哈，可以通过视频下方去进行代充。那这里我们直接复制可以看到分分钟呢 AI 就能帮我们写出来一大篇这里复制一下，好，把它粘贴到这里。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文章哈，你就直接点击哈，这里可以看到文章这些哈，你还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要建一个分类的目录写一个标签或者要上传一些图片都可以这里呢，你的字体颜色呀、字号大小呀、背景这些尺寸边框这些你都可以去对它进行设置设置好之后呢，就直接点击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那后期的话，我们的博客文章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免费的流量。好，接下来我们点击左上角的 W， 点击 W 直接回到我们的后台。好，我们再看一下点击文章这是我们刚才写的一篇关于秋季服装搭配的一个文章，这里它已经发布了。好，接下来看下一个媒体。那这个媒体就是管理所有的图片，后期你的网站会使用到一些图片或者一些视频那么它都会呈现在这里，你也可以提前把这些图片视频给它上传到里面，到时候直接添加到我们的网站里面在左上角这里有个添加媒体文件可以选择上传，比如这我们就直接上传2张进来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它就直接上传进来了。好，所以在这里可以管理我们所有的一些图片或者视频。接下来就是一个页面点击这个页面。那大家知道，其实一个网站它不止一个页面比如说我们的 WordPress 都可以看到，它有产品的很多个页面可以看到还有一些资源这些可以看到产品都有很多个页面，托管服务它是一个有产品、有资源、有支持、有定价它一共有好几个页面。我们的网站也不止一个单一的页面这上面已经有了一个隐私政策页这里我们需要添加新的页面，就点击左上角这里去添加页面它这里面有一些模板可以看到有一些模板。现在知道 AI 也是很强大的它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模板，你也可以使用这些模板去更改一下内容就行了。那你用也可以，不用你也可以自己去输入比如说我添加一个联系页面，好，下面输入关于联系页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内容直接去点击发布。当然除了联系页面呢，还有服务页面还有什么预约这些就看你做的是哪方面的你根据你的产品去创建页面。那我们再点击这个 W 回到后台，点击这个页面给大家看一个，接下来给大家看这个插件先给大家讲解这个插件，我们也是点一下它。那这个插件它到底是什么这个插件可以说是 WordPress 里面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如果你从来没有使用过 WordPress， 可以把插件理解成手机里面的 APP 比如说你刚刚买了一部新手机，手机里不会自带所有的软件，如果你想聊天，那么你就要安装微信；你想看电视，那么你就要安装 YouTube； 你想修图你就要安装修图软件。那这个 WordPress 呢，这个插件呢也是这个逻辑你需要什么插件你就安装什么插件。那 WordPress 呢，它默认呢只有比较基础的一个网站功能如果说你想要增加其他的功能，那么你就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安装插件。你想要增加其他的功能，你就可以通过插件来实现比如说联系表单你就去安装联系表单的插件。比如说你网站要做SEO 你就安装 SEO 的插件。
那网站需要缓存加速呢，就安装缓存插件；那网站需要备份呢，你就安装备份插件；那网站需要统计访问量呢，可以安装统计插件等等啊。它里面的插件非常的多哈，可以看到有特色、有热门的，还有推荐。需要什么插件呢？你可以在右上角这里来搜索。如果说你想要建立在线商城，那么你就可以安装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叫 WooCommerce 啊，安装这个 WooCommerce， 直接点击这里去安装。那安装了这个 WooCommerce 以后呢，那它里面就会 WordPress 里面就可以增加商品啊，我们这里可以查看一个详情啊，你就可以在你的 WordPress 里面去添加商品啊，购物车呀、结账啊、订单管理等等，一整套的电商功能它就有了，就通过这一个插件就可以实现啊。这个也是 WordPress 最大的优势之一哈，它拥有非常庞大的一个插件生态。那下一步我们怎么样去安装这个 WordPress 插件呢？安装 WordPress 插件也非常的简单哈。那这里我们点击插件。点击左上角的安装插件啊，在右侧这里搜索插件，这里去输入你想要找的插件啊，比如说就是WooCommerce， 接下来就这里直接点击立即安装，安装好之后呢，你就直接点击启用，那这样呢，你的插件就已经正式开始工作了啊，在我们的插件里面就可以看到这里 WooCommerce 的插件。那在这儿呢，新手一定要注意哈，安装插件和启用插件是两个步骤，只安装但没有启用啊，插件通常是不会真正运行的哈，一定要安装加启用。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外观哈，这里面分一个主题，那 WordPress 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直接点击进来。那这个主题啊，主题这个概念其实很容易把新手搞晕哈。简单来说呢，主题就是决定了网站基础的一个外观结构啊，像这样的一个外观哈。那以前 WordPress 建站呢比较依赖这种主题哈，不会啊，它里面可以看到这里它有安装主题，我们点一下进来哈，它里面也是有成千上万的一些主题。不同主题会提供不同的字体呀、颜色呀、页面的布局呀、页眉呀、页脚啊、博客样式啊、按钮样式啊、菜单样式等等。所以以前很多人建 WordPress 网站的时候呢，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挑主题啊，因为你选择什么主题，很大程度上呢就决定了你的网站最终能做成什么样子的。但现在哈，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已经有了 Elementor 这类的页面构建器出现以后呢，页面设计的自由度就已经高了很多。那在学习主题和 Elementor 之前呢，我们先对网站先理解一个网站最基础的一个结构。那这里拿一个页面来给大家举例这儿我还是用这个来举例。一个正常的网站大概可以分为3个区域哈。首先叫页眉哈，就是上面产品资源支持定价，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页眉一般的网站最上方它都会包含比如说 logo 网站的菜单按钮购物车呀、搜索按钮有的在这后面还会有个搜索按钮。那第二部分包含的是网站的主体内容，也就是每一个页面真正不同的部分比如说首页可以展示品牌介绍，服务页面呢可以展示服务项目，那么联系页面呢可以展示联系方式和表单。第三部分我们鼠标拉到底我们把它称之为页脚也就是网站最底部，通常会包含网站的菜单、联系方式、版权声明这下面有版权声明，还有隐私政策社交媒体链接等等。一般情况下页眉和页脚会在整个网站反复出现每一个页面里面都有一个页头和一个页脚，虽然它中间的内容会不同但是它的页脚和页头和页尾它的页尾是相同的。理解这个结构以后呢，你再去理解主题和你们就简单很多了。好，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页面构建器如果说以前你想要高度自定义 WordPress 网站呢，要么就需要懂代码，要么非常依赖主题本身提供的功能。问题就是呢，不同的主题提供的功能不一样有些主题可以修改页眉但页面设计能力很弱；有些主题可以修改颜色，但是呢布局选项很少；有些功能可能根本就没有。后来呢，页面构建器呢就开始流行其中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Elementor， 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么 Elementor
这个页面构建器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视化编辑哈，也就是说呢，你不需要一直修改代码，然后刷新页面看效果，而是直接在页面上拖动模块哈，看到什么就编辑什么。假如你想添加一个标题哈，把标题模块拖进去啊，想加一张图片，把图片模块直接拖进去哈，想放2个按钮呢，你直接把这个按钮来给它拖进去啊，这样完全不会代码的新手呢也会操作啊，这个就是 Elementor 哈，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页面构建器哈，它所有的可以看到它的功能都在左边，你要什么你就直接拖什么。好，接下来啊，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安装这个主题。我们找到这个外观哈，点击这个外观，鼠标回到左上角，点击安装主题。那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主题，有免费的，也有付费的。目前比较常见的，而且和 Elementor 配合的比较好的主题啊，有这个 ASTRA 啊，还有这个 Elementor 等等啊。比如说这里我们要安装这个主题的话，我们可以在右上角这里直接去搜索，这里找到之后我们就点击去安装。安装完成之后和插件一样哈，点一个启用。好，这样主题就正式使用了哈。对于新手来说呢，不需要一开始研究几十个主题哈，我们先选择一个这样的成熟的轻量兼容 Elementor 的主题即可。好，接下来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插件哈，讲一下这个插件，讲一下这个 Elementor 哈，大家新手都非常关心的 Elementor。Elementor 它其实本身就是 Wordpress 的一个插件哈，在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安装插件。如果说你想要安装 Elementor 哈，你就进入插件哈。在这里搜索 Elementor， 可以看到很多啊，它后面有的这些哈，它也有点类似于 Elementor 哈，但这些都不是哈。安装的时候不要安装错误，我们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哈。点击这里可以看到它这下面作者就是 Elementor 哈，我们点立即安装。相关链接哈 ，Elementor 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点一个启用啊，这里页面可以看到这里 Elementor 啊，这儿就已经安装好了。好，接下来我们找到页面找到刚才创建的这里有个联系页面，点击这里编辑。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在左上角这里就出现了使用 Elementor 编辑，我们直接点击哈，使用 Elementor 编辑，点击进入。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Elementor 的一个编辑页面哈。那 Elementor 怎么使用呢？通常哈，接下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左边可以看到呢，通常是各种组件哈，各种你需要的一些小插件。那右边是你的网站的页面。假如说你想在你的网站里面添加一个标题哈，那么我们可以找到左边这里有个标题直接把它拖过来。我们这里要使用这个标题，那我们直接给它拖过来哈，给它放在这里这里就是一个你可以在这里去写你的标题拖到这边之后哈，你可以直接去修改哈，比如说小鱼儿。接下来这里呢，标题有了之后字体的大小在这里左边有样式哈，它的字体的大小、尺寸字体的粗细大小哈，文本的颜色这些呢，全部都可以通过左边这些去进行编辑都可以修改。如果说你想增加图片哈，同样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个添加元素这个加号，去这里有一个图像直接把它拖过来。好，接下来呢，那么你可以点击左边可以看到这儿去上传一张图片，这里上传一张文件我们刚才保存的后台的媒体在这里能看到，点击插入可以看到那这里图片就添加进来了如果说你想增加按钮，还是点击左上角的加号这里有个按钮把它拖过来放在这个下面这里文字里可以去改，点击购买好，我这随便写一个。除此之外呢 Elementor 呢，它还可以添加文字、添加图片、添加视频添加图标分栏Google 地图、联系表单、客户评价价格表、图片轮播等等它里面有付费的，也有一些免费的如果说你的要求更高，那里面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升级的付费的一些专业的功能可以看到 Elementor 里面一些专业的功能这里面功能非常的强大，要什么你就可以直接添什么。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设计 Wordpress 网站已经不一定需要懂代码，很多操作就像做 PPT 一样，把需要的模块拖进来然后修改内容就 OK 了。那它还有一个对新手特别友好的功能，就是模板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你对网站完全不知道怎么设计，其实没有必要你从一张白纸开始，你可以直接导入别人已经设计好的页面模板
啊，这里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下面中间这里有一个像文件一样的，我们点一下它啊，这里面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相关的模块啊，还有网页模板。模板这个是你自己好的模板，你可以存哈，这里面就是一些网页哈，一些现成的网页，还有这些模板哈。那这里你想要个什么页面哈？这里比如说想要一个什么页面啊？这里面也是的哈，有免费的，比如说这个点击使用。韩无飞，你们老师是个女的吗？班主任。好，这里呢我们要使用这个，我们先登录一下。这么多啊，这里有个垃圾桶在外头。这里我们点一下啊，想连接一下。啊，这儿你就可以用它一些现成的模板哈，去简单去修改编辑就 OK 了。这样呢，对你来说会更加的简单。接下来我们点击左边3条啊，退回到 WordPress。这儿说一点哈，除了这个 Elementor 以外呢 ，WordPress 它本身有一个默认的页面构建器哈，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使用 WordPress 的编辑器啊，点一下它，点继续。这个编辑器呢，这左上角这里有个加号，可以看到它里面也有一些相关的功能哈。那这个呢，它是官方开发的一个区块编辑器哈，所以不需要额外安装插件啊，你直接这里可以看到你创建好一个页面哈，直接点左上角，它这里相关的这些同样也可以插入图片哈，也可以使用它里面一些小插件，而且这些大部分啊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啊，你可以添加各种，比如说段落啊、标题啊、图片啊、按钮啊、列表啊、视频啊、分栏等等啊，它和 Elementor 的思路是比较类似的哈，都是把页面拆成一个模块，你自己去把它组装哈，去把它再去完善。那很多新手会问，那这个 Elementor 和这个 WordPress 自带的编辑器啊，到底哪个好？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哈。那么 WordPress 它自带的编辑器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是自带的哈，通常会更加轻量哈，网站性能也更容易优化哈。而 Elementor 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设计自由度比较高哈，而且视觉化程度更高。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哈做 WordPress 网站，又非常重视页面的设计，那么 Elementor 通常更容易上手啊。如果说你是做的是博客或者内容网站哈，对复杂页面要求不高，它自带的这个编辑器呢，也基本上就够用了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网站来进行选择。说到网站哈，说到 Elementor 建站呢，之前小鱼儿呢也出过一期非常详细的WordPress 加 Elementor 建的一个详细教程啊，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哈，手把手的教程哈，你零基础都能学会。相关链接我也会把它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主题它和 Elementor 到底是什么关系哈。这里我再解释一次啊，因为新手最容易搞混的地方。那么 WordPress 呢，等于整个网站的管理系统啊，它里面的主题啊，等于网站的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外观哈。那插件就等于增加功能，而 Elementor 呢，等于可视化页面的设计工具哈，本身它也是插件哈，来设计你这些页面的啊，把这个记住呢，以后基本上就不会乱了。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去修改页眉和页脚。刚才讲了 Elementor 可以设计哈中间的具体的一些可以来设计啊，但是网站的页眉和页脚通常需要整个网站统一哈。比如说你的网站，你的 logo 啊，你的置顶的一个导航菜单啊，底部的版权信息啊，这些内容通常不会每一个页面重新设计一次啊，这每一个页面它基本上都是统一的。不同主题会提供不同的编辑方式啊。部分主题可以通过后台的外观这里有个自定义啊，点自定义。好，在这个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可以修改页脚啊、菜单啊、页眉啊、网站的字体、网站的颜色等等啊，这些设置呢，通常它会影响到整个网站哈。这个是整个网站的修改，那么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来设置啊。这个它和 Elementor 的编辑单独页面有所不同啊。比如说你用 Elementor 呢，修改页面的一个标题，只会影响到这个首页哈。但是通过主题来修改啊，这里有个全局可以看到哈，整体的字体颜色哈，这些按钮这些，通过这个来改呢，它会影响到整个网站都会跟着改变。当然，这里 WordPress 的一个全站编辑功能呢越来越成熟啊，而这个 Elementor 呢Elementor 的这个升级版哈，它的一个 Pro 呢也可以制作全站的一个页脚和页头啊。所有不同的网站具体操作方式可能有些差异哈，但是作为新手啊，大家只要了解这个就 OK 了。
啊，那里面还有一些哈，比如说用户这些啊，这些基本上都不是很重要了。包括这里还有设置这些啊，可以看到哈，你可以给你的网站取一个标题哈，这里的你的团队成员哈，这里站点的语言哈，这些你简单设置保存一下就 OK 了。那这里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完了这个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 WordPress 的一个优缺点。先说优势哈。WordPress 是一个非常大的啊，它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扩展性非常的强。大家知道，其实现在建站的有很多哈，比如说 Shopify 呀什么 Wix 啊，这些都是一些建站的工具哈。但是啊，唯独这个 WordPress 它的市面上哈，现在世界上80%的网站都是使用这个 WordPress 来搭建的。因为 WordPress 里面它有大量的主题和插件哈，你刚开始可能只想做一个普通的个人博客。以后突然想增加会员系统啊、在线课程啊、在线商城啊、预约系统、论坛、邮件营销啊、付费内容啊、多语言啊、SEO 等等，很多情况下都可以通过插件继续增加。所以 WordPress 的特点就适合长期发展的项目哈。如果说你想长期使用一个网站，那么建议你就用 WordPress 来搭建。那第二个 WordPress 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掌控权高你对网站的掌控比较高。例如你在使用这个 Hostinger 以后，觉得这个 Hostinger 不合适了，理论上是你可以把整个 WordPress 的网站搬到其他的服务器所以这个服务器大家也不用担心并且这个 Hostinger 呢，它也有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30天内你觉得不合适呢，也可以退款。同时呢，当你用上几年这个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服务器，你想搬的时候呢，也同样可以把它搬到其他的主机所以你的网站本身，不管你往哪里搬呢，你不需要重新制作哈。这个就是所谓的网站迁移在 Hostinger 里面就有后台就有一个网站迁移你也可以把你别的服务器上面的网站迁移到 WordPress 上面来。那还有一点呢，你如果使用的是一些全封闭的网站构建平台，那网站通常会和这个平台绑定的比较紧哈。未来如果你想更换平台，那么迁移难度可能就会比较大哈。所以呢，对于打算长期经营网站的人来说呢，WordPress 的它的一个自由度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哈。那还有第三个优势呢，就是非常适合 SEO。WordPress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非常适合做内容和 SEO。如果你未来希望通过 Google 搜索获得访问量，那么 WordPress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选择它本身就有完善的文章系统、分类、标签、固定链接页面构建等等，再配合 SEO 的插件，就可以进一步优化 SEO 的标题页面搜索等等。所以很多博客、媒体网站、联盟营销网站都会选择使用这个 WordPress 来搭建。当然说了优点，那同时呢 WordPress 它也是不完美的，它有缺点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学习成本会比一些一站一体化建站的工具高比如说你使用 Wix 这类的建站平台很多东西平台已经帮你处理好了，你打开以后直接拖动页面就可以了。而 WordPress 里面呢，还会涉及到主机、域名、主题、插件缓存、备份、安全、更新等等，所以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会感觉概念比较多但是只要把这些逻辑搞清楚后面就会越来越简单。第二个就是维护那 WordPress 呢需要一定的维护因为 WordPress 主题和插件随时都会更新。另外也需要做好网站的一个备份如果插件太多或者插件之间发生一些冲突也可能造成网站出现问题。所以 WordPress 自由度越高意味着它的承担了更多的一个管理工作。那接下来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WordPress 它安全吗？很多新手会担心安不安全。其实 WordPress 使用量非常的大所以自然也会成为攻击者比较常见的目标。不过对普通的网站来说呢，只要做好一些基础的设置通常没有必要过度担心例如使用复杂的密码，不要使用默认管理员的用户名，及时更新 WordPress， 及时更新主题和插件，不要安装一些来路不明破译版的一些插件和主题，做好网站的备份，使用安全插件主机开启 SSL 这些基础的安全措施做好之后呢，大多数网站呢已经够用了。所以呢，并不是说本身就很危险更多的问题来自长期不更新、使用盗版插件、密码过于简单等等。那 WordPress 呢，它适合哪些人适合比如说你想做个人博客、内容网站、个人品牌网站、个人作品集、公司网站、SEO 网站课程网站、会员网站、长期运营的品牌网站，甚至是 WordPress 电商网站，那么
WooCommerce 电商网站，那么 WordPress 其实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尤其是如果你希望以后可以不断增加功能可以自由更换主机，拥有比较高的网站控制权，那么 WordPress 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好，那其实视频讲到这里了已经给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相信大家对 WordPress 呢就已经有了一个了解了。那最后呢，我再把几个核心的概念快速的串一下。想建立一个真正可以让别人访问的网站呢，首先你需要一个域名你还需要购买网站的主机，接着呢把 WordPress 安装到这个主机里面，安装完成之后呢，通过 WordPress 后台管理整个网站。那页面和文章负责网站的内容主题是负责网站的基础外观，插件负责增加网站的功能Elementor 呢可以帮我们设计页面和页眉、页脚、菜单、logo 等内容。那如果说你想要从零搭建一个 WordPress 网站，那么下一站呢就是开始先购买主机域名，安装 WordPress， 然后一步一步把网站真正做出来。之前其实小鱼儿也出过很多期WordPress 建站的详细教程都是2-3个小时的那么有兴趣的伙伴就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是做服装网站的你是做电商网站的，你做虚拟网站的这些都有相关的一些课程进诸个公司零基础搭建网站。这一期视频零基础建站呢，这个3小时的教程是非常详细的如果说你想从零开始，那么你可以来看一下我这期视频我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今天呢小鱼儿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